山公園徹底火了，所有人都往上衝，山頂擠到走不動路，就為了去眺望當年崇禎皇帝獻下大理江山的最後一眼。遇上北京下雪，想着來景山看看，這人喲就別提多了。瞧瞧，人擠人，這是上山排隊的情況。請大家回家吧，排隊2個小時有什麼概念？時間太長了，請大家回去吧。2025年的12月12號，北京迎來了入冬後的第一場雪。引發無數中國網友注意的是，北京出現了一道特殊的風景，許許多多北京居民不約而同地出現在崇禎上吊的景山。從網上視頻我們可以看到，人們穿着冬衣沿着山路而上，幾乎都是年輕人，可謂是人頭攒動。旁邊的空地上還有中共國特色胳膊上戴着紅袖箍的维穩便衣。一個視頻的標題是：今天景山公園估計有上億人，排了1個小時才上山。上億這個數字很快被網友們糾正，認為北京居民也就是2-3千萬出頭，絕不可能是上億。但是從排了1個小時才上山來看，也足以說明現場人員众多。很多北京網友留言，以前下雪也沒有這麼多人來看景山呀。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，讓這麼多人不約而同地選擇了這個特殊的地方？畢竟北京城有那麼多的名勝古蹟，如果真是為了賞雪，為何如此多的人都來到景山？有網友說，我家走路距離景山30分鐘，40多年都沒過去了，那地方不就是個土包嗎？沒事去那土包幹啥？是不是大家都預感到了什麼？很多網友給出了答案，崇禎在這上吊的都是去看看他那棵樹。我看到了那個前仆後繼的意志，當朝也要重視人民的意志，知道什麼是沉默的大多數了吧？別看網上那些陣陣犬聲，回歸現實就知道了什麼是人心所向了。大明的百姓也是百姓，針對百姓好，就不會自掛東南枝了。人民是明白的。不過呢，也有網友擔心，完了，1周內就要閉園維修了，快封了。之前有很多人去開封府喊冤，後來開封府被封了，景山公園也懸了。許多網友感慨地說，老百姓用腳投了票，國民已經都覺醒了，是非黑白自在人心。崇禎年間，國家財政已經枯竭，國庫空虛到了鼠卻無食的地步。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。今天的中國，土地財政崩塌，房地產泡沫破裂，地方財政普遍吃緊，甚至連北京的經濟也陷入困境。北京一直被認為是中國經濟的最後高地，不是因為產業活力，而是因為這裡是權力和資源的集中地。只要北京穩，市場就相信中國仍有底牌。但現如今，這座權力中樞的核心區房價出現40%的深度下跌，這不只是房地產市場的波動，而是信心的崩塌，象徵着中國經濟最後的心理防線被突破。這是一個時代的轉折點。3年前在北京買的房子，現在跌成什麼樣了？在網站上看了下我們這片區的最新房價，問了一下最新成交價，心裡挺不是滋味的。22年我們在北京買的房，當時我們合計着孩子出生租房1個月都得小的5-6千，而且還得搬家，有孩子東西也多，每次搬家太費勁，所以想着再加一些就能趕上還房貸了。於是我們就有想在北京買房的決定。博主說，那時候她懷孕反應特別嚴重，根本沒有辦法跟老公去看房。她老公每天早早出門，從早看到晚，回家後再把各種資訊一股腦的跟她分享。當時他們覺得房價比前幾年降了一些，就想着趕緊買，不然哪天又漲起來了。他們看房不到1個月就買了，結果買完沒過多久，價格真的又漲了。當時他們還暗自慶幸，幸好買得早，不然就買不起了。沒有想到房價從去年開始一路往下掉，今年跌得更是嚇人。轉眼3年多過去了，他們大概虧了70多萬。他感嘆，普通打工人要多久才能賺到這筆錢？
現在老百姓想賺錢太難了，一不小心就全打了水漂了。博主小影子說，他家房子從300多萬降到100多萬，老公決定賣房子。當時買房是為了孩子上學，負債100萬買的，月供5000塊，貸款30年。當下我失業13個月，老公一個人掙錢養家，還要背負房貸的壓力，最終還是決定賣房。你怎麼想的？沒想住一輩子，當時也沒想着賣。當時不也為他買的時候也從來沒考慮過想賣這個事兒。當時不為他上學，上學不賣就完事。一定住了10年就跟養一個孩子一樣，肯定是有感情，一說賣就不捨得。有網友在評論區留言，現在都是哭着賣房。朋友前幾天賣房哭得稀里嘩啦的，虧了200多萬。另一個網友說，我賣了賠了幾十萬，哭了好幾天。朝陽業主今年真太慘了。昨天見了一個諮詢購房的客戶，他在朝陽有2套二手房，今年一套跌了20%左右，另一套都快腰斩了。他問我該怎麼办？其實不止他這2套房，今年所有朝陽的二手房，無論是老舊小、剛需改善還是豪宅，價格跌的那叫一個慘啊，可以用哀嚎遍野來形容。我們全家都懵了，這396萬的投入，這不成了笑話了嗎？3年前，我跟老公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，掏空積蓄，花396萬在北京買了一套學区房，就為了把孩子能送進家門口200米的這所小學。當時中介也胸有成竹地說沒什麼大問題，我們呢也是查遍政策，對比學校，計算通勤。博主說，為了這套房，他們一家節衣縮食，把能省的開支全都砍光了。她老公更是天天加班到深夜，只為了把房貸扛住。可誰能想到，2023年孩子扎堆入學，他們家卻成了被分流的那一批。最后孩子被分到2公里外的一所小學。那段時間，他失眠了很久，每次看着房產證，心裡就一陣的委屈。這396萬的投入，難道就成了笑話？後來他跟小區裡幾個寶媽聊天，才發現自己並不是個例。好在孩子上學以後，學校老師還是挺負責任的，他們一家也慢慢適應了。我真的要崩潰了，我家房子首付都賠進去了，這2年房價暴跌，但每個月還要還1萬多的房貸，我們擔心最後出現倒掛的情況。我老公倆一商量，就說把房子賣了，然後就聯繫某家，他們就上門拍照，就給掛上了。我們開始掛的是260，當初買這套房子的首付是256，房款呢是356，還沒算上中介費10萬，契稅3-4萬，印花稅幾百塊錢，這幾年還的利息也有大幾十萬了。這些都不算了，然後我們掛260，想保個首付，結果都保不住。博主說，中介告訴他們，同戶型的那套房子剛賣了180萬，而他們家裝修的更好，還帶車位，頂多也就值200萬。她和老公都覺得不能降價，堅持把掛牌價維持在260萬。可是2周以後，她老公還是讓中介把價格調到240萬。中介說，有3-4家看上他們家的房子，願意出到190萬，主要是覺得他們家裝修的不錯，可好幾波人來實地看房都被她老公拒絕了。她覺得價格給不到位，看了也是浪費大家時間，對他們來說也是一種打擾。後來他們一直關注賣房的行情，反覆權衡以後，最後決定不賣了，因為現在賣房肯定是虧本甩賣，他們家也沒有什麼急着用錢的地方，也不打算換房，沒必要低價脫手。中介說我出租的房子跌了100萬，回來的路上我淚流不止，但不是因為房子跌了，滿腦子都是北漂這些年的畫面。當年地鐵還沒有開，我和大哥上班每天要走40分鐘去雙橋地鐵站，後來通地鐵了，頂着烈日在這隔離帶排隊進站，從2個人變成3個人。這是兒子出生後從醫院回來的第一個地方，帶着他在小廣場曬太陽。雖然他對這兒已經沒有什麼印象了，很多朋友都建議我把房子賣了，心裡有太多的不捨，一路從草房哭回了牛街。博主說，這套房子見證了她和丈夫從一無所有到擁有房子、車子和孩子的整個過程。如今他們就站在一個十字路口，要麼降價繼續交給中介托管，要麼收起來自己出租，要麼乾脆賣掉。面對這3種選擇，他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決定。2023年最大冤種才是我，北漂10年，
終於在2023年1月花627萬重金買下了位於北京市朝陽區的這套68平米沒有電梯的老房子，也就是大家俗稱的北京老破小，是之前沒有裝修的樣子，大家可以看一看，可以說是很破了。這是我之後自己剛搬過來的樣子。博主說，當時他為了這套房子付了389萬首付，光中介費就花了15萬，還背上30年的貸款。可這套房子其實就是一間沒電梯、連裝修都沒有的老房子。如今這個小區房價已經跌了近100萬。中介告訴他，最近一套和他家一模一樣的房子只賣了530萬。他聽完整個人都崩溃了。他自己買的時候接近630万，短短1年就虧了100万。他感嘆，這就是北京的房地產市場。我們買的房子又降價了，2年的時間已經跌了70多萬了。我們是23年在北京郊區花200多萬買的房子，當初買房有多激動，現在就有多難過。我和老公都是從農村出來北漂的，70万對於我們普通人來說不是數字，是我們無數個加班的夜晚，好多年省吃俭用的血汗，是原本可以更輕鬆的生活。有時候想想北漂的這些年，起早貪黑省吃俭用，還不如躺平，好幾年白幹了。博主說，老公總是安慰她，當時買房是剛需，又不是為了投資，更沒打算賣，沒必要盯着房價漲跌，住得舒服才最重要。她想了想，也覺得有道理。生活總要向前走，房價也跌了，改变不了，再為這件事折磨自己，確實不值得。當初買房是他們自己的選擇，當時結婚後準備要孩子，他們覺得租房來回搬家太折騰了，希望在北京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家，那是他們多年努力的目標。他說，買下這套房後，幸福感確實提升很多，在這裡他們迎來了自己的寶寶。既然如此，那就順其自然吧，未來繼續努力。我們的房子跌了200多萬，聽起來這真的是一個巨大的噩耗。作為一對94後的北漂小夫妻，我和明哥算是事業有成，年紀輕輕就在北京、成都和張家口擁有3套房子，而且都是靠我們自己奮鬥買來的，沒有家庭的支撐。但不幸的是，我們的房子都買在了房價的最高點，幾年的時間下來，3處房子跌了200多萬，這也就意味着我們很多年的奮鬥都白搭了。畢竟攒200萬是一件很難的事情，尤其是像我們這樣的沒有家庭依靠的年輕小夫妻。博主說，他们辛辛苦苦掙來的錢，如果沒有花在真正值得的地方，那就意味着多少年努力都白費了。但是即便如此，他們並不後悔當初的選擇，因為如果再來一次，他們大概還是會做出同樣的決定。畢竟那時是帶着對生活的期待、未來的憧憬去買下這3套房子的。成都房子是她老公認識她之前在老家買的，張家口的房子是他為父母養老準備的，北京的房子是他們2個人為自己買下的。有時候他們也會想，如果2022年沒有買北京這套房子，也許過2年他們就能換一套更大的。每次想到這裡，心裡都會隱隱的作痛。於是要不要置換房子成了困擾他們生活的一道大難題。現在房子雖然夠住，但總覺得有點小，誰不想住更寬敞更舒服呢？可是一旦置換，又意味着要承擔大量隱性成本，損失會更多。面對這樣的現實，他們只能是選擇暫時按兵不動，先把日子過穩，把錢賺夠。只有經濟上更富足，未來才會有更多的選擇。今天北京樓市最狠的消息就是朝陽區經貿府小區成交了一套81平米的6層，成交價格580萬，這個價格已經回到了2018年的那會兒。這個事兒對經貿府的市場影響還是挺大的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兒了，請您記得點讚、訂閱、留言，並且分享給您的朋友們。感謝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